1分钟，给我1分钟的时间，我保证会掀翻你们中国人的头盖骨，并且把你们打到满脸都是鲜血，向我求饶。听清楚了吗？中国废物！注意看，这绝对是各位观众所见识过最嚣张恶劣的日本狂人，居然在职业擂台上做出各种挑衅动作，威胁中国小伙。诡异的日本舞蹈使得在场观众们瞠目结舌，不知所措。而且日本选手甚至将他太奶的豹纹短裤穿在身上，这场面别提有多么滑稽搞笑了。如此狂妄的日本选手名叫竹野五郎，此人是日本格斗擂台上活脱脱的疯子类型选手，因为无论他面对哪个国家的选手，他都会不停诋毁威胁，身穿奇装异服走入比赛现场。而他的目的可不单单是炒作烘托名气那么简单，这家伙更多的是在日本擂台上鄙视其他国家的选手太软弱。当然，日本拳迷粉丝对他的这番行为表示赞叹认同，毕竟竹野五郎是日本格斗领域最有希望站在世界擂台上的职业选手。不过中国自古流传这一句话，要想让人亡必先让其狂。竹野五郎的嚣张做派不仅仅集齐了世界众多选手的口诛笔伐，甚至连中国新疆的格斗猛将李军都忍无可忍，走上了今晚擂台。并且对于李军而言，日本选手竹野五郎只是一个会吟吟狂吠的恶犬罢了，只要走上擂台，分分钟就能让他明白挨揍的滋味有多么痛苦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李军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也不知道竹野五郎这家伙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面对李军的逼近，依旧站在一动不动装高手。不过竹野五郎毕竟脑回路异于常人，他能如此对待中国选手李军也是很平常的事情。奈何李军则是比较淡定，继续保持追击战术。也许今天身处客场作战李军的支持者寥寥无几，依旧难以抵挡李军为国争光的决心。对比双方的体型来看，竹野五郎的确不可小觑，不论是身高臂展还是体重，李军都有点吃亏。对此，李军只能想方设法的跟竹野五郎进行中远距离对峙，只有合适机会再发起猛攻，才能有效命中扩大比分。而台下的日本观众看到竹野五郎如此勇猛，不由得开始鼓掌欢呼。殊不知，观众们越是激动，李军越是勇猛，就是要趁着日本选手得意骄傲的时候，将其狠狠暴揍。李军逐渐的逼近，已经让竹野五郎产生了畏惧心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名不经传的中国选手会如此勇猛过人，连续的出拳出腿，使得李军在首回合就拿到了大量比赛点数。竹野五郎如果还是这副吊儿郎当的嚣张做派，很有可能比赛还未打完就会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就连一些日本观众都不由得为竹野五郎捏了一把汗。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虽然双方选手在首回合没有爆发太大的冲突，但是来到这回合，竹野五郎却如同发疯的那样逼近李军内围，试图在这回合将失去的比赛点数全部夺回来。本就进入比赛节奏太慢的李军有点反应不及时，差点被推出擂台外，比赛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。无论是李军与竹野五郎，都必须全力以赴，不能有丝毫的马虎。
刚刚的一番地面缠斗对李军而言实在太过危险，毕竟当时的十字固已经成型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掰断手臂。奈何李军凭借过人的心理素质，硬撑过了最危险的十字固动作。既然竹野五郎已经忍不住 KO 的比赛想法，那索性李军主动施压，不给对手起身的机会，说什么都要让竹野五郎吃不了兜着走。果然李军一旦发力，竹野五郎根本不是对手。重拳衔接高手，险些将竹野五郎 KO 在擂台上。竹野五郎的后退也说明李军的追击战术起到了关键作用。接下来的比赛，李军只要继续保持现有打法，不说能够 KO 掉竹野五郎，那单单通过比分就足以区分谁是最强者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李军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李军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